关于人呢是否有灵魂这件事，目前科学上尚无定论。但无论是西方的神学还是东方的神学，都是自古时候起就有着灵魂一说。这也是导致民间的普通人呢大多相信灵魂的存在，而在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当中呢，也能发现灵魂参与的影子。1993年2月的某一天，台湾基隆警方遇到了一起颇为棘手的案子。当地有一位叫做杨思东的政要亲属，在不久之前离奇失踪。杨思东最后待过的酒店的房间呢，看起来是十分整洁，但是在房间里面多停留一会儿的话，就能让人闻到一股十分明显的铁锈的气味，这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觉。有警员呢掀开了表面平整的床垫，猛然间发现床垫下面到处都是血迹，这显然就是怪味的来源。另一方面呢，几乎所有办案人员都认识到，失踪者可能已经是凶多吉少。考虑到杨思东呢可能遭遇绑架，甚至呢被弃尸荒野，当地警方立刻扩大了搜索范围。几天之后，他们终于在北海岸的沙滩上有所斩获。在警犬的协助之下，有警员呢就在沙滩上发现了一部分人体臀部和大腿部的肉块。接着他们顺着这条线索，又在不远处的瑞芳蝙蝠洞里发现了一颗男性的头颅。这颗人头呢被装在一个火锅食品的包装纸箱里，纸箱周边呢散落着一些冥币，还有一件女款的棉服。法医初步判断呢，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与杨思东的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警方怀疑这些遗骸呢很可能就是杨思东身体的一部分。听到丈夫的消息，杨思东的妻子立刻赶到了警局。可在她颤抖着查验尸体的时候，发现眼前的这些残骸呀，与丈夫杨思东的身体特征并无相似之处。而法医的进一步检验也显示，沙滩上的肉块啊与蝙蝠洞的头颅同属一人，但是死者的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与杨思东的年龄是不符。也就是说，这名死者根本就不是杨思东。警方随即确认，他们遇到的是一起十分罕见的案中案，并立刻呢组织起大量的警力，对于2起案件同时展开调查。出乎警方预料的是，有关杨思东的案件呢很快就有了进展，但破案线索的来源却是让办案人员感到无比的诡异。原来呀，在杨思东妻子认尸的过程当中，他曾多次的向警员强调，自己最近这几天一直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呢，她就跟着丈夫杨思东走在一条山路上，丈夫是面无表情，将她带到了金山附近的一条小路旁，并向她展示了一具被捆得像粽子一样的尸体。杨思东的妻子坚定地认为这是丈夫的灵魂在给自己托梦，而梦中的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丈夫尸身的所在地。警方当然不愿意相信灵魂托梦这种无稽之谈，但是案子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线索，办案人员呢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金山附近进行了搜索。果不其然，他们居然呢真的在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一具被裹在棉被里的尸体。经过杨思东妻子辨认，这的确就是几天前失踪的杨思东。根据现场留下的线索，没过多久，警方就找到了与此案相关的嫌疑人，并立刻对其实施了逮捕。通过突击审讯，警方确定2名嫌疑人是因为见财起意而将杨思东给杀害的，并将他抛尸在金山附近的小路当中。就这样，杨思东失踪案正式告破。可是关于另一起案件，警方却是毫无头绪。那个身首异处、凄惨死去的人究竟是谁呢？
在几个月的调查都没有取得成果的情况之下，警方只能是先将那些遗骸用福尔马林浸泡，并将遗骸下葬到了瑞芳第7公墓，一个编号为1793的墓地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被警方封存。这起曾在当地轰动一时的离奇事件也随之淡出公众的视野。当时没有人知道更离奇更恐怖的事情其实呢还在后面。1999年8月20号下午2点，基隆市警察局第4分局接到了一个报案，一位名叫王金兰的女性声称自己在7年前目睹了一起杀人案。由于王金兰呢没有多少文化，因此她陈述案件的那个经过是十分混乱，再加上她的不少描述听起来又非常的诡异，现场的警员不知该如何处理，只能是请刑事组介入调查。刑事组呢将王金兰对于案件的描述进行了梳理，从中找到了几条重要的线索。很快他们又发现了这起案件似乎与不久前接到的一起失踪案存在着关联。更出人意料的是，二者居然还与1992年瑞芳蝙蝠洞发现的头颅有关。这起离奇事件究竟会取得怎么样的进展呢？咱们下期接着说。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王金兰去基隆市警察局第4分局报案，在刑事组介入调查之后啊，他们大致整理出了王金兰口中的案发经过。按照王金兰的说法呢，她的男友张肖汉曾于7年前在自家经营的羊肉炉店里杀害了一个名叫文烟的人。受害人呢，先是被张肖汉用铁棍敲击致死，接着又被张肖汉在家中进行了肢解，因此一直是无人发现张肖汉的杀人行为。王金兰呢进一步解释称，自己之所以在7年当中都不曾报警，是因为一直受到了张肖汉的威胁。可到了最近几个月，他每次睡着之后啊，都会梦到同一个场景，那个7年前死去的人每晚都会站在他的床边，对方全身上下呀都在滴水，然后用阴冷的声音重复道：我好冷，你要帮我伸冤，我好冷，你要帮我伸冤。王金兰认为那个死人已经缠上了自己，所以才会不断的给自己托梦，这让他是又害怕又内疚，因此呢下定决心前来报警。刑事组的警员认为呀，文烟显然是个绰号，并非受害人的真名。时隔多年，受害人的尸身早就不知丢到哪儿去了，警方根本就无从查起。就在警员们正在为此为难的时候，另外一起失踪案恰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是在王金兰报案前的1个礼拜，有一位老妇人来到警局报警，她声称啊，说自己的大儿子李俊雄可能在6年多就已经失踪了。有警员注意到啊，王金兰口中的杀人案与李俊雄失踪案在时间上是十分接近，大约呢都发生在1992年、1993年前后。两起案件涉及到的人员也都是男性，就连双方描述的受害人的年龄也是非常相似的，说不定啊，二者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关联。按照老妇人报案时的说法呢，从1992年年底开始，他就没有了大儿子李俊雄的消息。现在家里边的二儿子去世，需要联系大儿子来商量后事，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大儿子，因此呢，他才来到了警察局报警。把这两起案件进行关联之后，警方立即赶往了王金兰所说的位于基隆北宁路的羊肉炉店进行调查。结果呢，警方在店门口啊发现了李俊雄在7年前用过的机车，这让警方确定两起案件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1999年9月，通过调阅以往发现的遭到肢解的无名尸的记录，基隆警方呢将6年多前以前在瑞芳蝙蝠洞里发现的头颅与这两起案件联系了起来。通过将尸块提取物与李俊雄母亲的 DNA 进行对比，警方确认瑞芳蝙蝠洞里的头颅正是失踪已久、绰号为文烟的李俊雄。
之前的羊肉炉店老板此时呢是计程车司机的张小汉，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在密切监视张小汉的同时呢，又对于王金兰进行了更详细的询问。在将他凌乱的陈述做了反复确认之后，警方终于梳理出了整起事件的全貌。在7年之前，受害人李俊雄曾是张小汉羊肉炉店的常客。正好是一天夜里，李俊雄呢由于多喝了几杯，一直呢赖在店里不肯走，便与准备打烊的王金兰发生冲突。李俊雄呢在争执当中一把推倒了王金兰，闹出的动静吵醒了已然入睡的张小汉。愤怒之下，张小汉呢就从厨房取出了一根金属棍，他使用的这根棍子呀，几下就把这个酒醉的李俊雄就给打翻在地。当倒在地上的王金兰呢迷迷糊糊的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发现李俊雄已经没了动静，耳朵里只传来了张小汉不断敲打东西的声音。回过神来，王金兰呢发现张小汉呢像是拖着一只麻袋一样，正将李俊雄从饭厅拖往楼梯之间，然后又将李俊雄从楼梯间拖到了浴室。之后张小汉持续殴打着李俊雄，搞得整间浴室里边全是血迹。王金兰做梦也没想到张小汉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眼前的景象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疯了一样跑到屋外去求救，只是王金兰呢刚跑出店外2步，就被张小汉又给抓了回来。那天晚上，王金兰留下了自己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张小汉的逼迫之下，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透过一张狭窄的屏风，隐隐约约看到张小汉在浴室里面肢解李俊雄的尸体。一整夜的时间，王金兰都听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剁羊肉的声音，只是他心里清楚，这一次张小汉剁的不是羊肉，而是不久前还活蹦乱跳的人。将李俊雄肢解完之后呢，张小汉有条不紊地处理起尸体的残块，他时不时的就会带着一些黑色塑料袋出门，有时还会附带一些家里边的衣物。那张小汉带衣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张小汉在处理李俊雄的尸块的时候，有时呢会附带一些衣物出门。有一次，王金兰实在忍不住，就问了张小汉，那些尸块他是如何处理的。张小汉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有些能看出是人的部位，比如头部和手脚，被我丢在野外去了，其他的部位则被我煮成了羊肉炉，给客人们吃掉了。张小汉的回答呢，令王金兰如坠落冰窟，他的身体抑制不住的抖个不停。更恐怖的是呢，张小汉又补充道，我在弃尸现场留下了一些你的衣服，如果你胆敢报警，我就会咬定你是共犯，你自己看着办吧。到这儿，警方才知道，原来6年多以前，他们在瑞芳边湖洞里发现的女款的棉服是张小汉为了威胁王金兰的一个产物。1999年9月下旬，在警方对于收集到的资料和证词进行汇总之后，办案人员将张小汉带回了警局。此时办案人员考虑到王金兰也有共同作案的可能性，便对于王金兰执行了反复问询以及测谎等程序。不过结果显示，王金兰并没有作案的嫌疑。另一方面呢，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王金兰一直在遭受张小汉的虐待。对方除了对他进行拳打脚踢、言语威胁之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用钳子随机的拔掉他的牙齿。在来到警局报案的时候，王金兰的上排牙齿已经被拔得精光，这也坚定了警方对于王金兰不存在嫌疑的判断。办案人员呢，随后对于羊肉炉店展开了更细致的调查，甚至将张小汉处理尸体时所用的浴缸搬回了警局。警方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来提取张小汉杀人时的证据，可惜由于年代太过久远，他们并未获得有价值的发现。警方对于张小汉的审讯呢，同样进展的不太顺利。
从被捕到庭审，张小汉一直显得是极为冷静。他一口咬定自己从未杀过人，更不承认曾把人肉煮成了羊肉炉。张小汉呢，也是告诉办案人员，在案发的当天晚上，自己的确是见过李俊雄，并且呢，直到李俊雄与王金兰发生冲突，却并未像王金兰所说与李俊雄发生过争执。张小汉表示自己因为睡不着觉，去找了一个名叫阿华的朋友打牌，他认为阿华呢可以为他做出不在场的证明。警方随即传唤了阿华，通过对于阿华的问询得知，他的确有跟张小汉打牌的模糊记忆，也记得张小汉呢曾反复提起过有人到店里喝酒闹事的事，但具体是哪一天，闹事的人叫什么，他却完全记不清了。办案人员判断，这很可能是张小汉在杀死李俊雄之后，故意到朋友那里提起这件事情，为的就是创造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因为一个普通人呢，怎么可能迅速又清晰地回忆起7年前的某一天具体发生的事情呢？为了突破张小汉的心理防线，警方按照王金兰的描述，尽可能地还原出张小汉7年前杀人碎尸时的场景。当张小汉看到与7年前相似的屏风以及剁骨用的刀具时，他的情绪终于出现了细微的波动。紧接着，警方对于张小汉进行了测谎，结果显示他存在着严重说谎的迹象。1999年底，张小汉呢被警方以故意杀人罪进行了起诉。在庭审现场，李俊雄的家人一同出席，因为刻苦的仇恨，双方很快就在法庭上起了冲突。张小汉没有丝毫悔过的意思，在法庭上大摇大摆的与李俊雄的家属对骂，还叫嚣着你们全家都该死光。由于案件缺乏凶器等重要的物证，再加上张小汉呢又不断的向法庭提起上诉，整场官司最终纠缠了7年之久，才有了法庭的判决。2006年，法庭判定了张小汉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张小汉无期徒刑。案件到了这里总算是尘埃落定。无论是最初的杨思东失踪案，还是后来的告破的张小汉杀人碎尸案，他们得以真相大白的契机都与冤魂托梦有关，这不禁让人感叹，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中国的道家理论认为人有3魂7魄，三魂呢分为天魂、地魂和人魂。当人身去世的时候，天魂归天路，地魂归地府，人魂呢则继续徘徊在人世之间。被恶人残害而离世的人呢，其心中往往有着莫大的冤屈在。当这份冤屈难以被洗刷的时候，离世之人的人魂就会托梦给相关的人，以便完成生前的遗愿，否则他始终是无法瞑目，也难以进入轮回。虽然这样的说法至今的没有得到有效的证实，但是对于灵魂，我们至少该有足够的敬畏。这个世界上与灵魂有关的故事实在是多不胜数，又有谁敢说他们全都是假的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某件事情颠覆我们对于世界的全部认知，就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